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借着射手星月的能量，我们看一下未来3年我们的新航向是什么？你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和成功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起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那我们在月初呢，迎来了一轮射手星月啊，这象征着提前的我们新的一个年度已经拉开了篇章。那在旧的这个过往，我们正在去慢慢结业、慢慢毕业、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无疑都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那在这个新月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宇宙会散发非常多的新能量和新的频率，来慢慢的应和照向我们的三维世界的生活。也希望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生命当中感受到我们频率正在扬升，带给我们巨大的能量和保护以及支持。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你们在被爱着，你们在被宇宙保护和簇拥着，迎接我们新的未来。我们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来看一下，在远景图上啊，因为保护射手、守护射手的这颗星是我们的木星嘛，那借着木星这个幸运的能量，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这个3年左右，我们的新航向在哪里？我们的人生将会向哪一个成功的目标地起航？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和我们可以被指引的？我们在卡牌当中会寻找到需要的讯息，送给我们今天来到影片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新的周期当中，拥有美好而幸福的新频率，以我们的新的频率啊，更加快速、更加有节奏感的踏向我们的新的生命篇章。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用声音震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整理和调和一下我们的整体频率，做一下净化和各个脉轮的梳理。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闭上双眼，感受我们全身心的放松。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调整和复原一下当下我们能量状态，来进入我们今日的连结，进入我们今日的选牌、抽牌和读牌。那大家呢可以调整一下呼吸，缓缓的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下方对应的天然石，来进行选择。好，那今日呢，我们要一起来连接的主题呢，是借着射手新月的能量来看一下。好，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久一点的时间点，未来的3年当中，我们人生的新航向在哪里？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怎样的成就，取得怎样的成功以及祝福？那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好，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萤石水晶柱。好，非常特别的一颗水晶石，我们可以感受当中，好，它这个色泽和层次。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所散发的频率正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否是跟我们能量相对应的呢？这是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一颗萤石水晶柱。好，把它放在这里。好，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铁矿石，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方金金闪闪的，好金属的气息。好，我们一颗金灿灿的黄铁矿石，这是我们中间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受和对应一下，我们的能量是否和这颗天然石是相对应的。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水晶簇，它很像是一只小舟或者说是一颗小山的感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颗紫色水晶簇，它的能量、它的频率、它所散发的讯息是否是和我们相符合的呢？这是我们第3副卡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哪一颗天然石是第一眼映入大家眼帘，给大家留下印象，想要去连结和理解的呢？这又是我们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的讯息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各位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个紫色萤石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射手星月的能量我们借助这个能量来看一下未来3年我们的新航向在哪里，你将会取得成就和成功又是什么？宇宙给予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萤石水晶柱，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1组的朋友。好，我们可以看到Sun in Cancer， 太阳在巨蟹，我们看到是 home 归属地、家园。这个4号包含这个4宫也非常的应和我们当下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卡牌当中，这个夕阳西下，光正在重新的照耀和穿透我们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我们的家园，有可能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有可能是我们心灵的依赖和安全感。所以当这个太阳的光线重新的照亮这一块的时候，在未来的3年当中，很多第1副组牌朋友，你们会重新探讨，有可能是你们和原生家庭的问题，你们和原生家人的问题，或者说你们个人的情感落定。我们看到 home and love， focus on your home and love， 关注集中在你的家园和爱上面。好，那我们在爱，在家园，有可能在承诺关系、婚姻关系，
在这个地理位置，比如说家庭的家园的落定上将会有成就感。有些朋友你们将会重新把一些旧有的我们刚刚讲原生家庭啊、过去的家人呐之类的这些问题翻开来重新对待。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重新的关注家人的健康，有可能你们会重新的换一个地理位置去生活，换一个城市去生活。有些朋友你们会回归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去重新寻找自己。这3年当中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 home and love， 我看到这个爱和这一份比如说归属并不是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束缚，并不是任何人在束缚你们一定要归家或一定要去做什么样的安排，一定要为了谁，而是你们会全心全意的为了这份爱而重新投入你们的生命。除了人生的远景，除了我们的雄才伟略之外我们也有心灵非常需要归属的地方。那这3年当中，我看到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关注这个主题，你们将会处理这个主题，你们将会安稳的落定这个主题。有些朋友如果当下还处在单身的状态，你们想要去拥有一个美好家庭或者需要和你们喜爱的人奠定这个承诺的关系，我看到这个爱和家园的能量也将会下达到你们的生命当中。有各位朋友，你们将会拥有自己的家庭，你们将会升级成为父亲母亲，或者是我们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太阳在巨蟹我们这个美好的爱以及归属的拥有保护能力的一个星座，这也代表了有一些朋友你们的生命当中阳性能量的回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所以有可能能够去保护你，能够去给予你支持和安全感的人即将出现了，将会给你一起，或者说将会给你一个家，或跟你一起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所以这张卡牌是相当温馨的，也非常具有这种祝福以及长久疗愈和滋养的能量。那希望将这个能量送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祝福大家首先在未来3年当中家居美满和谐能够拥有无限的爱和安全感。爱和安全感也是你们的底气，可以让你们去勇闯天涯，实现你们人生最终极的最高级的梦想，这是你们这个中流砥柱之一。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第2张。我们这张卡牌呢，在告诉我们的什么我们看到是1号，这样可以清楚一眼看到 abundance， 也就是富裕、财富和丰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丰盛的能量像是瀑布一样从4面8方来到这个峡谷。那当我们呼喊的时候，自然和你们内在能量会回应你们。所以这是一张非常有底气的卡牌。首先呢，你们的底气来源有可能是安全感的落定。那第2点，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个人的实力和能力也是非常有底气的。所以在这个财富或者说你们的个人发展上，在你们去享受生活、跨越生活的一些瓶颈的能量上，都会有非常大的滋养和补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面8方的瀑布瀑布在我们的卡牌和神谕卡当中代表的信息是 effortless， 是不费力气的、不费努力的自然而然的一种吸引力。所以当你的内在包括你的太阳轮和心轮打开，当你可以非常全面的接收自己我们这个 home 归属感，首先也是对于自我的一种接纳和保护以及认同。好，当我们真正的完成这个课题之后呢，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洪荒之力将被打开。我看到你们将会有源源的不断的财富之流，并且宇宙将会保护你们，让你们一直处在一个丰盛的状态。你们可以去就是享受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你们也可以去享受一个非常博大广阔，甚至呢拥有一种自我掌控能力的人生状态。有些朋友你们将会跨越当下的这个 level， 有可能成为比如说人生的这个主导者、领航者，你们有可能会升级成为领导者成为 boss。但不管怎么样这个1号牌代表了你们的内在在告诉你们什么。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内在4号牌以及1号牌代表了由内而外的去产生能量，产生气运，产生这个气场，去吸引一切的发生。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如果我们解释的是吸引力法则的话，你们会非常强的一个吸引力去吸引这个幸运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卡牌能量非常的美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未来3年我们的新航向是什么？我们可以帮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洗牌。好，直接进行连接我们今天直接来进行连接。未来3年的新航向是什么？第一张看到是 Two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2号。
很像是2把镰刀啊。这边我们看到 Ace of Swords in reverse， 宝剑1号的逆位，1把宝剑。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灯光啊。好，好，我们这边出牌 Queen of Cups， 圣杯王后的逆位。好，这边我们看到 Five of Cups， 好，圣杯5号的逆位。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The Lovers 恋人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爱的信息啊，在主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Home and Love，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The Lovers 恋人牌，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印证啊。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 ，OK，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的正位，继续看一下卡牌要告诉我们什么。Nine of Wands 权杖9号的逆位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Ac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1号，这边我们出现是 Seven of Cups 圣杯7号的逆位。虽然有这个1号牌的逆位啊，或者说一些朋友会看到哦，好多逆位啊，但是我们的卡牌是连接起来啊。把每一个句子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的篇章，所以每次我们换的卡牌能量基本上都是不相同的。那在第一组里边啊，我们感受到这个新的篇章是什么？我觉得有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当下就处在一个断舍离和跟过去断了联络、放任、放弃的一个时间点啊，就在过去的1个月开始，这个秋季教我们怎么断舍离。我们有可能之前将这个断舍离总是挂在嘴上，挂在心上，但真正去实行它、做起它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必须要一些机缘，有一些外力的作用、客观环境的支持啊和影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件事情做得彻底、做得漂亮，也能够让我们呢在新的环境里面可以打一个翻身仗。所以这边宝剑2和宝剑1代表了，当我们选择迷茫，当我们有1、2、3啊，这边有权杖3号，有很多选择，甚至我们当下眼前的选择都不是我们所料想的、所喜欢的。有可能宇宙正在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为你们的人生进行洗牌，你们可以有新的选择。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3年一定是在放弃一些什么，或者说放弃过一些什么，才能够有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格局去迎接人生当中新的美好和新的多姿多彩、新的绚丽的篇章。那我们这个篇章是相当绚丽的啊，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恋人牌和圣杯7号的逆位，有一种梦想实现，你们不再迷茫，你们已经挑选到了自己喜爱的路，并且这是你们全然喜欢的，你们内心当中完全接纳和接受的。所以这边宝剑2号、宝剑1号和金币1号，在这个秋季到这个冬季啊，包含了从去年的10月开始到未来我们这个12月尾到我们的1、2、3月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季节周期，正在教会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大刀阔斧的跟过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断舍离。你们将在未来的3年当中看到啊，你们人生过去所期待的、所想要去做的一些选择，这个选项会重新的浮现在你们的周围。只要你们愿意去舍，一定会有新的选择，并且这个选择一定会让你们得到。那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啊，有可能宇宙正在逼迫你们去拓宽你们的格局和眼界，所以过去你们在学习的、你们在经历的，仿佛适用于那一个有可能是时代和那一个阶段的一些经验和一些选择，现在已经可以放弃了。因为圣杯王后和宝剑国王让我们重新的去理性的进行一个中正的评断，并且找回你的初心，而且呢就事论事的去完成一切，有效果的去进行这个选取或者说取舍。当这个时间轴拉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2024年尾2025年，面向未来3年，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事业上，在人生的发展上，你有可能会有一种过去让你痛定思痛，当下你愿意重新再来。有可能这个过去是过去从疫情开始，我们这几年里边的很多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或者是周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有远行的机会，但是不得不放弃了，有可能因为周遭的环境，因为家人，因为一些你牵挂和牵连的事物，因为这个缘还没有尽，
而圆真正的近了，我们可以拥有一些新的选项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会发现啊，这个道路上面的阻碍、障碍物、险阻都会能量变小，甚至正在消失不见。虽然这边我们看到金币一的逆位啊，它仿佛是一种放弃，但是从这几张牌联合起来，我们感受到仿佛宇宙在对你进行一个考验啊。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大胆去放下什么，你们会发现，哇，这个放弃选择让你太开心、太开怀了。如果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做到了放弃，比如说离开一份工作，离开一份感情，离开一段不良的不健康的连结，或者说呢跟过去啊一直对你们产生纠葛的人事物进行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清理和净化，就是心中不再牵挂，回忆不再牵扰我们、牵绊我们啊，不再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和脑海。那我们彻底的会和这件事情呢做一个可以说是毕业，可以说是结业，也可以说是契约的完成。那更多朋友在未来3年当中，你们会有一些新的非常美好以及非常发挥你们创意和领导力的选项。我认为这个宇宙是围绕你们头脑可以转的，就是你们想什么，什么是可以发生的。但最淡的、最忌讳的、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容易让情绪困住，我们容易呢将自己困在当下，所以呢放飞我们的思绪啊，点燃我们这个头顶轮的光环。你们会发现其实你的创意是无限的，你最初的梦想、最初的能力基本上都可以一一被映照，以及被这个世界看到。你们将会有过去的人，或者说过去那个经历当中你没有办法全情展露出来的优点和优势以及潜能，在这个新的世代，在未来这个3年会被发挥出来，而且是非常轻松的，不必费力的，不必曲高和寡让任何人去理解你的。你会在最重要的时间去体现出你的能力，体现出你的价值。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基本上你们一个很卡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在整体的卡牌当中看到啊，星座上风向是比较多的，水瓶、双子、天秤，我们可以看到有巨蟹座、双子座。有各位朋友，你们水象星座啊会来到这一组，比如说天蝎座啊、双鱼座。星座是一个参考，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航向以及我们这个成功是什么。来继续呢深入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卡牌在告诉我们的讯息啊。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牌， The Hermit 我们看到隐士牌，这边看到 The Moon in Reverse 月亮的逆位，宝剑的王后啊，这边宝剑国王和王后已经出现了。这边呢我们卡牌当中已经就是翻出来啊，然后已经看到了 Two of Cups。 OK， 就是这张牌没错了啊，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这个卡牌中看到什么？首先强强联手啊，就如果过去是要一个人披荆斩棘勇闯难关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一开始能量是新鲜的，爱冒险的，跃跃欲试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离开原生家庭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度去发展，一开始的这种热情啊，在偶尔的碰壁里边变得有点伤痕累累，变得有点自闭。所以这边我们看到隐士牌配权杖9号的逆位，你们在保护自己，但跨越这个过程啊，你们首先已经达成了一个自我保护和疗愈的额度了。所以宇宙在提醒你们，你们可以接近你们的高我和真我，了解你们真实的实力是什么。除了这个冒失勇闯以外，你们内心里边其实有非常高的理想，或者说非常高的天赋可以被运用起来。那这边呢我看到啊，什么是你不擅长的，你容易遇见这样的合作方或另外一半啊，他有可能和你互补，但同时你们处在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和体系里边。宝剑国王配宝剑皇后，这就是一对 couple 啊。这边我们看到恋人牌配圣杯2号，所以有些朋友有可能你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佳帮手，也可以说是最佳的 partner 啊，最佳的合作方将在未来3年出现。当然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已经有了稳定的关系、稳定的伴侣，这也代表了有可能你将会和伴侣相辅相成，对方和你有可能将会建立同样的事业以及稳定的一个发展前景，也代表了有可能在你的事业上将会出现非常不错的合作方或者是贵人。但是我看到这个贵人能量和你是相等的，所以更多是合作，更多是互补，更多呢是相互理解和共同的经营，然后来达成我们人生当中更高程度的理想。优秀朋友，你们的更高程度理想就是双宿双栖啊，然后有一个懂你的灵魂伴侣在你的身边，两个人可以去经营你们充满丰盛度啊，然后充满幸福感，甚至非常有趣的一个3维世界。我认为这一个理念，这个想法也可以完全达成。
那我看到宇宙想派发给第一副组牌朋友的礼物，首先就是这个 home， 就是你的家人和你的同伴同行者。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家族有可能会壮大，有可能会有新的成员，也有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这个遇见啊，非常美好的相识相知，能够去温暖以及坚定你们的心灵。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在灵魂的深处是有灵魂的恋人的，比如说灵魂伴侣，或者说你一直在等待的恋人，你有一种第六感，你会梦见对方，这有可能是一个前世约定，也有可能是一个未了的遗憾呢。那在未来的3年，首先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在感情这件事情上基本可以修得正果，或者是修完我们的某一个固定的缘分的课题或缘分的业力。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也能够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发展和扩大你们当下所覆盖的领域。如果是关于你们的个人发展和成就的话，那这个成就其实是非常斐然的啊，非常的抢眼和亮眼。我们看到恋人牌，其实它是一个选择性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合作性的卡牌，但其实恋人牌呢也是双子座所代表的卡牌，它里边其实有很强烈的这种新鲜感啊、娱乐性啊，然后多姿多彩、趣味性等等。所以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打算从事的是这种类似于娱乐行业，然后类似于有可能是亲子育儿，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打算去从事的是一些新的选择，或者是类似于甚至是服装造型啊，或者是产生新的知识趣味来活跃，然后来连接更多的人或者说利用当下的这个网络资源等等。我看到这个 business 或这个发展方向是完全成功的。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很好的输出情绪价值和展现自己，所以在未来这样的一种新兴的有可能是一个商业模式有可能是人与人的交流模式将会通过你这一个意愿和这一个支点慢慢的进行一个巨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三维意识呢，在偏向于通过意识的连接和沟通，通过呢网络的方式，或者说通过更加大众的方式去相互的连接。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所从事的行业和领域是相当专门的，是专业的、钻研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有一点小封闭的，你们将在未来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有人会对你们抛向橄榄枝会邀约你们，会让你们看到一些新的合作连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第一副组牌朋友，首先你们可以去期待的就是这种安全感，紧接着你们可以去期待的是完全拥有懂你们的人可以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火花，有这样的一种对撞。有些朋友这个人是懂你的灵魂，读得懂你的信号的，理解你的声音，不会让你在内心里边感受到孤独。那我觉得这种生命当中可以接受陪伴，可以非常良好的去接受健康的陪伴，给予健康的情绪价值，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即将到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感链接。那更多朋友，我觉得这个也代表了你的真爱和你的灵魂伴侣即将降临了。如果过去一直在做选择，然后有些朋友会说我在事业上也好，在感情上也好，没有看到很对的选择，这只代表宇宙有更加适应你的选项将会降临到你的生命，而不代表你们的人生要一直打结一直打转。为什么我们会经历旧有的一个阶段和过去的一个阶段呢？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完成一个自我价值的改观，你们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自己，或者说有可能过去的教育过去的环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现真的自己。而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会做一些事情有成就，但是往往呢，我们完全的天赋和完全这个能力是拿不出来的，这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当我们开始以隐士牌的身份去回观内观，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什么是我们该担心和不该担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摒弃的和应该坚持的，这个时候真实的你会像这个冰山一样露出水面，并且呢这个纯度我感觉到是非常高的。所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值得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显化，然后比较清晰的线条，还有就是比较长久的隽永的陪伴和理解。你们值得灵魂伴侣，你们值得重要的合作伙伴，然后你们值得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以及有趣味性快乐的生活。这个不只是安全感的达成，这个生活要是可爱的，要是有趣的，也要是丰盛的，这个是你们一直以来需要，或者说你们的灵魂一直在想要去显化的。我相信在未来3年你们会很快的去达成。进而我们看一下在成功和成就方面能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或者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你们会渐渐的理解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尤为重要的。首先我们看到是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啊， Four of Wands 权杖4号的逆位。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成就是什么。好 ，Eight of Wands 权杖8号的正位。哇，我们都是权杖哎！有一些火象星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吗？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啊，发挥你们的灵感，然后拿到你们的王者气息啊，去散发你们的魅力，在你们的身上有着源源不断的太阳的能量啊，可以去滋养到很多人。所以你们取得的成就是在你们这个固定的领域，其实是会突破很多人的认知，并且呢，有可能会转换领域，让更多，比如说你们目前这个生活圈以外的人看到你。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比如说跟其他文化的人做生意啊，做合作啊，展现自己啊，然后游览名胜，或者是游览以及出差到各个国度，然后离开过去舒适圈这样的能量。当然了，在我们的主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能量本身就来源于你的这个 home， 你的心灵家园，以及你在物理上这个家园的落定。很多朋友可能你们有可能是完成了心灵上的成长。好，算不算先成家后立？在古话当中是这样讲，但是在当下呢，我们一个新的时代，有可能这个契约关系的形成啊，并不会那么快。主要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需要有一个底气在。有些朋友有可能是不动产，有可能你已经积攒了几桶金啊，这个让你拥有了底气，让你可以去闯，让你可以去跨界发展，可以去看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权杖4号配权杖8号，这个两个能量本身就是一个相应和倍增，有没有？从4号到8号，从8号又回到4号，我们可以看到突破了4号牌，突破了一个原有的生态圈，我们可以去可以说跨行业、跨领域的去发展自己。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3年当中，你们一定可以去发现跟当下不一样的一些业绩，跟当下不一样的一些发展前景，并且你们有可能会多线发展。比如说变成你的副业，变成你的支线任务，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很好的去展现你们的个人魅力和实力的同时，接受到非常多的邀约和非常多的瞩目和关注。我觉得你们在成功这件事情上是相当活跃的，而且你们的内心其实永远都有一个就是赤子之心啊。我们这第一行牌我们出现的也有 Nine of Wands， 也就是说你们愿意去尝试，你们愿意呢在某一些时间点去尝鲜和冒险，并且你们喜欢新的、有热度的、有能量的事物啊，有光环的事物啊，这个也映照了你们本身是这样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在成就上啊，这边看到宝剑的骑士牌 Devil， 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挑战权力，有可能你们将会拥有权力，或者说你们将会升职加薪啊，在公司里边拥有权力，然后在未来有可能你们将会被选调到一些重要的领域啊，然后成为被人看到的人，或者说成为拥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判断权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也正在去考验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初心是不是扎实，你们会不会模糊你们的判断，你们会不会在可能的一些关卡面前继续坚定初心，去迎接更高程度的丰盛。有的时候当我们的能量上升到一定程度，我们这关卡就会来了啊，魔的考验就会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我们会不会执着，会不会贪心，我们会不会被迷住啊，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但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既有这种风的锐利啊，我们可以看到风象的宝剑王后、宝剑国王和宝剑骑士牌，就宝剑的锐利，你们有这个火的赤诚，所以我觉得你们反而是非常容易挑战过这个关卡。挑战过关卡之后，你会拥有更高的格局。所以我看到这个3年里边，你的成长像是那个竹子拔节一样，非常的快啊！一些朋友真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们会让周围的人呢有一种惊讶，然后有一种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你啊，并且呢，你们也正在去非常坚定和果决建立你的新形象。所以我觉得好像不管周围人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你只向着你的方向去走。而且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或者当下你们想要去实现的那个计划的，包括恋人牌配恶魔牌，其实也是你们想要去在这个3维世界投射、形成，然后建设成功和成立的。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不管这个合作方啊，或者说一些贵人啊，或者说去邀约你们的人是谁，你们的个人魅力和个人的独特的色彩是最重要的。保持你们的初心和你们的优秀的特质，你的未来会如你所想，一一顺利的实现。好的，那这边呢，我们看完了我们整体这个能量卡牌啊。然后在星座上，我们刚刚所讲有风象星座、火象星座的朋友，这边也可以看到有双子座、摩羯座、处女座的朋友会来到这一组，以及一些水象星座的朋友啊，我们刚刚有提到。那我觉得还有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财运是非常不错的啊，甚至你们会遇见非常大的机会去博取非常高的财运。因为这边我看到恶魔牌和权杖8号，这个财运是通过你们的判断，或者是通过你们的个人能力，甚至知识技巧得到的。有可能有一些人会为了你们的专业啊，或者说为了你们的智慧啊投注。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比如说金融，或者说整理金融、整理资产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天赋的。那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迎接到非常大的财富，所以宇宙也在提醒你们，早早过财关啊。我们看破财富的这个可以说是数字给予我们的矩阵啊，你们可以拥有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你们可以去驾驭以及操控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首先肯定自我和声望你们能量，再者就是做一些有可能是 good karma， 有利于这个三维世界以这个宇宙的善的事业。更多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的有可能是人生使命和目标，你们早就已经找到了，所以宇宙一定会帮助你们，让你们在最对的时间拥有财富。这边不管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一些朋友在过了明年的春季之后啊，4月之后会有非常高速的一个进展。那祝福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去声望自己，然后去掌控以及驾驭更大的财富格局。祝福我们所有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其他的这个副牌，我们的这个 Oracle 在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我们这个卡牌首先要来讲一下啊，我们都看到这个 Love 有没有？这个 Lovers 啊，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塔罗牌当中 Lovers， 那这边我们看到 Day Moon， 我们看到的是月之显化卡，我们这个月相卡出现的是 Love。好。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主牌当中也有这个关于爱的信号 ，Focus on your home and love。好，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感觉到你们的正缘和爱着你们的人即将接近你们了。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你们会遇到一些潜在性的考验、挑战或是选项啊，因为我们这张卡牌的信息也正在告诉我们，好 ，There are two paths ahead. Be true to yourself. OK。也就是说，这边我们的眼前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有可能我们的不同的选择会通向不同的未来，所以做最真实的自己。我认为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高我会告诉你们一切。当你们做选择那个当下，有可能你们的内心会出现声音，让你们去理解，比如说，哪一个人是可以去符合到你，可以走入你的世界跟你相爱的，哪一条路是你可以去选择，并且愿意去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经历、掌控和拥有的，而哪一些又不是啊？这边我们出现了一些需要分辨的信息和信号。当然我们从头来看啊，首先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光之大门的神谕卡，我们看到的是有没有 Sirius Star Blessing， 来自天狼星的祝福啊。所以第一组的朋友，首先天狼星正在展开他们的巨大的祝福网能量的信号啊，然后正在洒向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所以 yes 是的啊，然后继续去发展 proceed 去发展你们自己 be seen 被看到 OK push through，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在未来这个阶段去跨越过去一定的阻碍和挑战，你们可以被很多人看到，你们可以将你们的高级的智慧，你们想要去传达和散发的，你们想要去展现的这个人生的状态和态度，美好的摊开来给三维世界，这也符合你们在高维度的创想，或者说在你们灵魂爆发打算来这个三维世界当中的一个初心。有些朋友本来你们的守护星啊，或者说你们的家园就是天狼星啊，一些朋友你的家园发来了神圣的祝福，每当夜空啊，你们看到这颗最亮的星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方向感，所以你们会得到天狼星的祝福，继续去做你们该做的啊，然后去保持这个节奏，然后呢，保持上升啊，一个上升的姿态向前去进步和进展。你们会发现宇宙会给你们送来非常多的机会，你们会在最对的时间被挑选到、被看见，以及被放在最重要的
有可能是位置，或者说一个重要的环节，去展现你们自己，去体验这一切。第二章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月相爬 Day Moon， 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天空闪闪烁烁的有月的倒影，我们可以在蓝天上看见美好的这个月亮的形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有一种要做一些白日梦我们要去三维世界当中显化，我们要去感受这个美好，所以 love 去爱你所爱，想你所想，去大胆的展开你的创想，并且呢将所有的美好演映到你的三维世界当中。这边是一个对称的，可以说是图形，也可以说是画面，也可以说是色彩。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当你们愿意去感受，当你们愿意去畅想，当你们愿意去信任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发生在你们的生命，就在你们的周边，就是你在于显化的任何事情就在你的周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天空送来了伟大的祝福，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感受到身心灵畅快。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也会更高更强的打开你们的心轮和太阳轮，去迎接力量，迎接可能性，然后以及释放自己。我觉得旧有的一些压力不会停留在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周边了，也不会停留在你们的家居，有可能你们的家居也需要去做一个断舍离然后这个旧有的能量也不会停留在你们人际关系和你们情感情绪当中，这一切将会有一个新的洗刷，也会有一些新的选择来到你们的世界。不管是不是当下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头晕，有一些头痛，或者说还是被旧有的人事物有点卡住的朋友们，你们会有新的选择，甚至你们的灵魂伴侣会真正的降临在新的世代，在新的一个阶段降临到你们的世界里边。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爱里边一定会面临到我觉得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人物。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恶魔牌和这个 lovers， 它的能量包含了这个画质，我们看到美丽的嘴唇有没有这个都代表了一种欲望，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倾诉欲，也代表了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去感受作为一个人的身体我们去感受这个诱惑的信号。那关于我如何成为一个成长中的人，我如何成为一个成年人，我如何做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出现。然后宇宙要告诉大家，你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善选。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相反，如果你们要去驾驭一个比较大的财富格局，你们是不大让自己去过度沉溺于欲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之一只是送给大家，送给一些朋友，然后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呢，首先是找到我们人生的这个落脚点和安全感。好，然后评定我们对于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和对于落定这件事情的一些疑问，敞开来去让自己沐浴在爱当中，也敢去爱，敢去接受爱。我看到你们的格局在展现的过程里边，你们会拥有更高程度和水准的机会，然后宇宙也正在观看你们的这整个的过程，并且保护和祝福你们。我觉得做你们自己，做一颗独特闪烁的星星没有错。如果当下这个阶段加之于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一些机会，再给你们一些爱，我相信你们可以拥有整个宇宙，你们就是整个宇宙。所以你们是如此的，可以说是浩瀚，如此的博大，如此的拥有魅力，以及千变万化。我看到这个三维世界需要你们和爱你们。好，然后在未来这个3年度当中，你们会发现你们这个魅力会有定点的就是被你吸引的这些机会和人事物到来，然后你们可以去建设一个非常温暖和温馨的个人世界和个人生活。宇宙在保护你们。再次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拥有爱，拥有胜利，以及拥有非常完整快乐，以及拥有新鲜感各种选择，各种试炼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丰收，这样的人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铁矿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射手新月的能量。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3年我们的新航向是什么，你会觉得怎么样的成功和成就，那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对应这颗来自大地的纯天然的金黄灿烂的能量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2组朋友，我们首先一起来揭晓一下。好，第2组我们看到是 Eclipse in Capricorn， 摩羯的日食New Direction， 一个新的方向重新去评估成功是什么 Re-evaluate success， 对于成功的重新评估和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卡牌当中这个山羊
也就是说我们的摩羯正望向，然后正在变化色泽的，有可能是太阳，有可能是这个满月。我们可以感受到，有可能过去的旧的方向已经有点暗淡，但是新的可能性正在油然而生。所以在整个卡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首先第二组的朋友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特别是从摩羯世代转到水瓶世代的这个11月，或者说12月初开始啊，你们已经在内心当中有一些新的声音和信号了。比如说，我要告别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做的某一个行业，我要去做一些新的什么，我要去选择一些新的状态，或者说我要告别一些旧有的情绪模式，选择一些新的让我自己可能去成立、成功和成熟的方法。34号这张牌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内在的这个选择，引起的外在的改变，是一个智慧和灵性的体验的卡牌。所以我觉得首先呢，第二组的朋友在未来这3年当中，首先这个开头就非常的美好，就是你重新的望向了天空，望向了这个日光或月光，你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有可能我们这个眼神是跟过去 say goodbye， 有一个告别，不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啊，正在让我们转头望向前路。而前路呢非常的明朗，无疑啊，当我们这个日食和月食过去之后，天空啊会重新的组合成新的能量场，重新的恢复光明，而我们的前路呢也将重新被宇宙和星辉照亮。所以在这个山顶啊，或者说我们要走向山顶这个路上，我们会有一个阶段的迷茫，但是有可能转头我们会发现有更高的、更加雄伟的，以及我们更加愿意去接近的下一个山峰正迎面的啊，向我们掩映而来。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选择，就是有一种人生整个的光景、整个的价值观念和整个的体系不一样的，或者说过去在瓦解，新的状态正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这个3年，你们的新航向是什么？我们看到了新航向了，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和时间点了。我们可以根据以下面的卡牌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航向在哪里。第2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副牌15号，我们看到是 hands，OK。手啊，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然后富有技术和精巧的双手，然后建立了我们3维世界的一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技术，然后关于有可能是创作，有可能是关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在物理世界当中啊，如何去表达，然后如何去创建，甚至如何去显化的一个立体的技术和知识的结构正产生在我们这个卡牌当中。所以我觉得第2副卡牌啊，代表了首先我们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身上是有专业技能和技术以及天赋的。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从事一些专业的工作，不管是有可能是理工科类的、研究类的，或者是这个跟工具相关这个技术类的，以及有可能跟创造创意相关啊，我们有可能是画图啊，有可能是去设计啊，然后有可能是通过某一种色彩和某一种工具，然后正在去搭建一些新的模式和方法。那种主要是第2副组牌朋友，你们可以通过双手创造奇迹，你们可以通过这一双手，通过你们的智慧去创造出你们意识世界当中的一切，甚至是5维度当中的一切。所以这双手非常的重要。那未来这个阶段呢，宇宙将会赠予你们啊，就是手轮上面更加强烈的能量，让你们拥有非常神奇的手轮，你们去触碰的，你们去接触的，然后你们去亲手创造的东西将会更加具有能量，更加具有特色，有可能更加具有这个为人所接受、为人所喜爱的特殊的性质。因此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动手创造奇迹啊！当下这个阶段，无论你们在动手亲自做什么，或者说你们每天在动手，不管是做家务，还是去疗愈一个人，还是去帮助一个人，还是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去打好这个邮件，好吗？我们的双手永远在帮助和支撑我们很多很多。那紧接着有些朋友啊，这个并不只代表了物理世界当中的我们的双手，也代表了其实在精神和意识层面，我们这个创造能力来自于哪里？创造能力啊，首先是我们会想，再者就是我们会做。因此呢，在未来这个阶段，通过你们的创想和你们的所做、所行、所触碰、所感知，你们会发现你们可以建设出来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去做一些手工类啊、创意类啊，或者说你们当下好像在集中时间去学习和感知一件事情啊，不用犹豫，这有可能是你的新方向之一。当然了，它并不代表我们整体的这个事业发展，有可能是你的有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在于做的一种跨越，你在去疗愈的一个部分，和你在于打开的一个潜能的大门啊。那个
那个时间段有可能你将会沉浸于一些什么，你将会集中时间去做什么和学什么，有可能在三维世界当中有人会去 push 你去学习一些什么，这都是最重要的对于你的一张拼图，你将会用这一颗拼图啊拼出你一个比较完整的以及有光彩和灿烂的未来。很多朋友在这个阶段，如果你去实习啊，去实践，去学习一些什么呀，基本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更多朋友你将会拥有比较就是明显的有特色的去识别色彩，去鉴定和理解一些事物，这个有可能是透视的眼光啊，或者说打开了你的三眼轮，打开你的喉轮去透视和连接很多信息。因为更多朋友你会有疗愈的手轮，所以你接触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你接触的人，你想要去疗愈的人，在被你触碰之后，他们有可能会有很舒服、很新奇的感受啊。而是随着我们人类意识的成长，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能力将会越来越被人发掘。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做一些技术类的工作，你们想要调整自己，接触你喜欢的事业和事情的话，这都代表了你的灵性正在觉醒，你正在找回和拿回你的能量和实力。下面我们看一下未来3年你的新航向，第一张出现了死神牌啊，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转业转职，你们在扭转你的人生方向。哪怕是学生朋友，有可能过去你构建的一个理想的蓝图啊，或者说你过去想要去显化，想要去许愿的这个事情，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部分朋友有可能你已经成功了，成真了，你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也有一些朋友是你愿意挥别过去的一些价值观，甚至是过去的长辈一些旧有的这个社会模式和习俗困住你，让你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继续去看啊，这边是 Six of Pentacles and Four of Swords。Six of Wands 权杖6号的逆位。好 ，Six of Cups 看很多6号牌啊 ，Three of Cups 圣杯6号，圣杯3号，今天看到教皇牌的正位。我们继续洗牌啊，看一下卡牌告诉我们什么。新航向 Knight of Wands。Kn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牌尾的信息是什么。好，就是这一张啊，宝剑的3号。好，能够理解了。那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啊，首先在你们身上所发生的新的能量，就是你们会遵循你们的内心，不再遵循传统。你们将会打破传统，甚至啊，这个传统就是有可能是家族业力，比如说祖祖代大家的亲人希望你们去继承的，然后希望你们去成为的，希望你们去成长成的。我看到这个概念其实是在突破一个原生家庭，或者说从小你们的信念的问题。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已经成熟了，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还在这个比较青春年轻的时期，不管在哪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啊，其实原生家庭和这个有可能是在我们儿时的时候注入到我们人生意识概念的信念，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可能我们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扭转童年当中一些错误的，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讲有点扭曲和不够实际的观点。什么是真正实际的观点？我们看到教皇牌啊，就是说我们有更高的人生标相，有可能有些朋友是你的信仰，有些朋友有可能你是见到了你的真我，见到你的本真，你找到了人生当中真正的自在是什么？有可能是看空一切，有可能是要去得到，有可能你内心里边已经有了更高的指向标和参照标准，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容易去突破周围人对你的情绪绑架。我认为第二组朋友啊，你们在过往的一个经历里边啊，首先爱你的人，或者说在你身边的人，以及有可能是渴望被你爱的人啊，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是你的恋人，有可能甚至是你的小孩等等，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带有同样的一个元素，就是他们其实是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点醒你，甚至是通过反刺激的方式来去刺痛你的。我认为过去有可能有一些别离和一些旧有的纠葛啊，让你们在过去付出了非常多，而且产生了一定的自我设限，或者是压抑，或者是情绪被闭锁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呢，因为这个感情或者是亲情方面的拉扯，不得不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然后你们有可能在内心里边一定要忍住啊，不能过多的表达自己。然后你们所在的环境有可能是严厉啊，然后且传统的。
种种的理念都没有办法让你们放飞自我，所以在未来一个新的航线到来的时候，首先宇宙批准你们做自己，批准你们自由，批准你们做你们内心小孩。所以当这个准许到达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在三维世界当中所谓的成就，所谓的金光灿灿，所谓的其他人家的小孩，别人家的孩子，那个成功的形象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其实在寻找的是内心里边这个完全的自由感，完全的一种大自在，以及你们可以去真正的体验、真正的探险和探索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实现。因此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会重新的回炉做自己。这个首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再者就是重新的回炉做自己也并不是从零开始。我认为你们是有一定的积累的，就是你们对于人生是有激情的，而且你们对于这个人生是有承诺有担当的。如果过去一个阶段你们要为其他人负责，比如说家人，比如说这个社会身份，比如说你爱的人或是爱你的人，我看到那个过去的你有可能在无尽的消耗当中已经渐渐的沉默，付出了很多的沉默代价，然后停止了生长和停止了畅想，停止了向往。在当下这个阶段啊，有可能我们看到好像天空没有光亮了，好像乌云蔽日了，好像一切迎来了一个闭锁的环节。这代表了什么？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向前看，你有新的方向，你要重新去评估外界是如何评价你的，你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是可以全然的快乐的，然后开怀的去迎接一个新的人生状态，不再是过去的比如教条式的你要成功，你怎么样是成功的，或者说你不能失败，你怎么样是失败的。我觉得很多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成就了。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你们是极其有天资和天赋的，或者说你们的功课一直很好，你们一直就是别人家里的小孩，就是让人羡慕，或者说让人想要成为榜样的那一个。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成长当中好像没有叛逆期，或者那个叛逆期的到来有可能是比较晚来的。因此呢，当这样的一个火苗点燃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做人是首先可以做自己的。我首先可以不去服务其他人的意识，只是为了我当下的这个开心，为了我内心小孩的开心，为了很单纯的动机去做一些事情。而你们在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首先你们在疗愈自己，你们在打开这个冰冻3尺的心轮，你们正在去调节如何去衡量你们和现实世界之间这个不管是距离还是相互去控制这个意义，相互制衡这个意义。因此对于第二组朋友来讲啊，我认为现实条件不管是成功啊，还是物质，还是有多么的闪光，还是你在哪个阶段完成了什么，都并不再重要了。这边出现权杖6的逆位，宝剑4的正位，对你来讲并不重要。认为你要找的是属于你个人的一个人生的发展之路，而且它必定也是成功的。所以在其他人眼中，在长辈眼中的成功有可能并不是成功，而对于你个人的成功其实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我们要看一下啊，首先未来3年可以说在这个11月过后，我们已经迎来了12月啊，有很多第二副牌朋友，你们就是觉醒了，你们的觉醒就是从三维世界这个矩阵里边又一次觉醒了起来。然后我觉得你们在不管是在行动上有没有开始去做，在你们内在其实已经开始去迎接属于你们内在的光亮和声音了。你们听到内在的声音，你们愿意去遵循这个声音，你们愿意开始去进行一些反驳和反抗啊，就是有可能我并不需要去为了这个金钱去投注这个事业，我可能不需要听其他人的这个意见，我一定要在某一个阶段拥有什么，比如拥有一份职位，然后拥有一段感情，或拥有一个现实世界物质上的什么什么车子啊房子之类的。我觉得你们现在跨越这个价值条件的坎。为什么要跨越这个坎？不是说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当一个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济公菩萨，就是你们什么都不做了。相反，我觉得你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再去寻找属于你们那个支点。一旦你们内心当中这个快乐和自我之爱价值感被点燃，其实你们可以吸引的东西会比之前多得多。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航向和成功能量是怎么样的。好 ，Queen of Wands，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号，我们之前掉出来是 Devil in Reverse， 恶魔牌的逆位。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逆位。金币国王啊，这种金币国王飞出来啊。所以第二组的朋友，难道你们不是成功组吗？你们也是人生成功组，你们也是会拥有社会资源的人。
只是在奠定这个事件的基础当中啊，你们有可能要去反抗，你们有可能要成为一个新的势力，你们有可能要去成立一个就是自我的这一套。在牌底我们看到星星牌，就是说很多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其实是超乎寻常、出人意料、拥有天赋以及闪闪发光的星星。你们的自由其实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因为你们一旦可以去自由的去打破三维世界和现实条件里边的一些阻碍和条框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迎接到的机遇、瞩目和财富是非常丰厚的。所以这边呢出现了权杖王后和金币国王，也代表了我们需要动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成就和丰收。这边我看到 Devil 牌这张卡牌其实里边也有一只手，有没有看到关于这个首轮的信息这代表了其实我们首先在意识上让自己去解绑，解掉一些控制，我们不钻研和困在一些事情的细节里边，然后我们呢更多的是看到一个全局，一个比较广阔的局面，并且呢肯让自己去解绑，肯让自己去做自己这边左边的2个8号牌的逆位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在这件事情的临界点了，从6到8，那我相信下一个数字就是10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去离开这个课程，完成了这个课程，完成这场跨越了。那比较具体的就是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动手做你们喜欢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比如说有一个事业的方向你是不喜爱的，或者说有一个情感搭建的方式就不是你想要的，你一直以来在输出在奉献，甚至已经精力耗尽了，那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拍拍双手，拍拍我们手上的尘土，向前去走。而你们可以被赋予的能力和能量是无限的，并且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未来自然而然的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见贵人，遇见好机会第二组朋友的贵人其实都是跟长辈和有资源有条件的人相关联的。如果过去的这个阶段你们也遇见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11月之前划分为摩羯时代和一个旧有的时代你们在那个阶段里边其实也接触过，但是这些人有可能往往让你们感受到压力，感受到压抑，感受到要不得不去付出，比如说付出你们的崇拜，付出你们的能量，付出你们的时间去应和他们。当然我们也感恩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些可能性，给予我们的一些教导和引导。那在新的过程里边，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建设自己，并且呢自然而然的去吸引欣赏你们的人来到你们的世界。这个其实就是相反的，过去是你们的乖顺和听从有可能会吸引一些需要你们的人，而未来你们吸引的是为你们的光芒而侧目，真正的肯定你们，真正的不对你们的能量产生伤害的人士。但我看到未来也有这种就是类似于强强联手的信息所以说跟你们可以去合作，以及你们可以去入到的公司和行业你们可以去接触的上司和下属以及一些项目他们有可能更有价值。这个价值当然并不是金钱上的比较，而是对于你的能量上的生助，对于你能量上的帮助和辅助。起码呢这些人事物不再消耗你，起码这样的一个做事方式和生活方式会让你更加快乐，更加充足和更加完整，这就是健康的，这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出现了教皇牌和恶魔牌的逆位，也代表了如果过去的一个阶段你再去做的事情还是一样，它是有毒的，它有可能是让你不得不去遵守某一种教条的，它有可能是让你不得不去更多付出的，甚至这个劳动和这个情感模式我认为都在被打破。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成功也取决于你们愿意让自己有多少的自由权。当然这个是心灵上的自由也非常重要，比如做一件事情你让自己的心灵享受多少的自由，你给予自己这件事情有多少价值，你给予自己分配多少价值，你们是最有价值的人，所以你们需要把这个价值放在自己的身上。出现教皇牌也代表一些朋友你们开始去通过灵魂的这个晋升和成长让自己去把握住这份价值感。所以有可能这个价值感没办法找一个参照物，比如说谁或者哪一件事情让我更有价值，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付出也让我们很有价值，难道我们不去付出吗？所以这边我们看到2个首轮都是倒下来的，所以说你们在给，而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可以去非常平稳和心安理得的收。那我们刚刚讲到了灵魂上的提升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找到了灵魂的这个应该去修行的地方，有可能是在内在，有可能在外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宗教一些信仰给我们一些指向标。所以在未来3年当中，一些朋友你们在灵性上的提升会越来越明显，这会让你们怎么样自在安然以及丰盛。所以过去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有可能会
有一些限制，就在某一个条件底下容易困住你。比如说你已经生长到了某一个级别，你要做得更好，你要去服从一些什么，你要去付出一些什么。而在未来的3年当中，你们会越来越理解你们的自我在给自己多少能量，你们可以去甚至翻越一些原有的社会的规律和规矩，你们可以去成为一个规律和规矩的重新奠定和守护的人。我觉得其实这个3维星球需要你们，因为你们的能量很浑厚，还有就是你们的基底啊，可以说根基，不管是教育的还是就是受到这个3维世界的，有可能是一些照养影响的，这个根底是很好的。所以你们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你们也有一部分是热爱这个3维世界，热爱你周遭的人。很多事情是从人情开始产生的，不过度人情会负累，让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辛苦和飞不起来。而当下你们可以去展开你的翅膀，而不是只用你们的双手双脚去攀岩了。我觉得其实到了明年的1月啊，因为这个Eclipse in Capricorn，这是在摩羯的一个日食或月食啊，代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就是摩羯月。摩羯月呢是在12月尾开始的，在我们这个1月摩羯座生日的时候啊，到来了我们的摩羯月。这个月份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刷新能量，然后面向新的未来，华丽转身的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月的时间就是未来的1到2个月期间啊。未来来看这则影片的朋友也是一样的。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啊，金币1号的逆位，权杖10，你有可能离开了让你有压力的一个生活状态或是工作状态。宝剑10号，有可能你已经开始去展望这个未来了。当然在当下这个阶段，你们有可能还要去思考和寻找一些什么有可能当下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是孤立无援的，或者说在情感上这个链接上也是一样的，你们会觉得你好像和这个世界是独立的就是你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甚至有可能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找到一个归属感。不过我看到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的创意、你的灵感、你的这个创造能量会体现。比如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这边呢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开始在大自然当中寻找工具，我们开始寻找一个审美模式，寻找一个穿衣模式，我们开始去学会怎么耕作，然后我们怎么去生活然后我们怎么去搭建各种各样的工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从无到有，从空当中去创造一切。我们说成住坏空嘛，成住坏空的下一步是什么？下一个阶段又是重新的成住坏空。所以说大家在当下正在一个转捩点，就是你们会成就新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权杖2，就是当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有点感觉山穷水尽，我没有什么选择，我甚至没有人支持我，我在人情关系当中，我在感情关系里边，我都没有看到可能性的时候，甚至一些朋友你们有点小抑郁，你有点小小的停下脚步，缓下脚步在过去的半年有可能曾经失去过什么，没有关系。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没带什么来，那我们在创造很多事情的时候，无疑我们并不需要什么东西让我们去创造。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生命能量自然而然就会给我们这些灵感和可能性了。所以动脑动手，我们第2排的朋友可以在未来的，我看到是4个月到半年期间，你们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发展的新的路。如果一些朋友或者说我当下还在旧有的一个模式里边呢，我还需要工作，我还需要去照顾家人我需要谈下去这个恋爱，我需要去养家等等没有关系。我看到在未来这个阶段属于你们的发展之路，首先是你们可以去拥有殿堂级的成就的。所以你们的个人发展首先是稳定而且上升的。如果这边你们打算考一些职业证照，你们打算于升职加薪或挑战一份更好的职业，我看到在物质上这个问题是没有的。主要是什么阻挡了你们，让你们去接受它。所以一些朋友你们要敢想敢做，敢去迈开这一步。成功和成就，我觉得对于第2副组牌的朋友来讲首先你们在物质上可以圆满，但是更大的成功和成就就是你们在心灵上真正的独立和自主了，甚至你们不再去 care 和过度为周围所裹挟。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你们内心呢会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以及造梦的勇气。所以有星星牌和权杖7我们能量已经被保障了，你不再会耗泄能量给周边。任何让你们去耗泄能量的人，有可能你也开始去分辨，甚至开始去很好的跟他们处理关系，不管是合作关系还是情感关系的搭建，还是这是一个原生家庭的关系等等。星星牌代表了你可以去造梦，好，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而且你是可以去完成更大程度显化的人。
所以在未来这个3年当中呢，荧光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成就和成功会非常明显，而且在个人就是内在的成功会奠定你们外在成功的基石。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你们会越来越成功，而这前3年是你重新找到了自己，你肯定了自己，你救赎了自己，甚至是你在很嘈杂的环境里边真正保护了自己。好，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给到我们。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第一副紫牌朋友啊第二副紫牌朋友啊。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这边是圣杯1号和宝剑国王。什么是你爱的？第二排的朋友，如果当下这个是爱情的关系、爱情的问题的话，还是一样啊，你们可以去坚守你的内心所爱。我认为呢，你的坚守，哪怕在某一个阶段是孤独的，就是你们是宁缺毋滥的，你们在爱情里面有可能不是那个 move on 比较快的，但是你可以拥有非常纯真的爱情，你们可以再次拥有。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跟你一样无条件爱着你的人，明理，而且呢，有可能看过了一些，比如说世事的啊，这些有可能是风起云涌啊，看淡了这些成就高低等等啊，跟你有一样能量的人将会来到你的世界，陪你去欣赏这个世界。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永远都有再一次再爱的勇气，因为有圣杯1号出现了，你们会再次拥有爱，你们会再一次去体会爱，你们会再一次的跟爱相遇。那女祭司的逆位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找到的是你爱什么。就这个时候你爱什么，首先这个支点就是你有没有自我之爱，在内在你是不是能够肯定和接纳自己。无论你们当下是好的还是所谓的坏的，还是所谓成功的还是所谓失败的，你们都有对待这个世界最纯真的那个眼神，就像婴儿一样。所以找到你们的初心，找到你们的自我之爱。在未来的半年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事物来到你们的世界，也可以让你们呢有一种刷新过去的想法，开始有了创造欲，开始有了这个探索欲，并且呢开始去很大程度的收集信息，去学习，收集信息，去组织信息，进行建设。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来的比较快，因为我们首先看到是摩羯月的能量，再者就是在未来的半年当中，所以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寻找新的机会，工作机会也好，情感机会也罢，合作机会也可以，在未来这2个月基本上就会透出信号和信息。因此呢，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当下心中所纠结和不再信任的，你们现在心中所要去，有可能是挥别和断舍离掉的，或者说一些旧有的人情关系和一些比如说爱别离呀、求不得呀，这个聚聚散散啊，成住坏空，有可能会给你们的心灵带来一定的划痕，但是当修复好它之后，你会发现这永远都是你的成就，就这些失去，这些经历都是你重要的成就。我认为这些经历都可以成就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而且你们很重要。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下星座的信息啊，土象星座摩羯、金牛、处女，这边有这个天蝎座及冥王特质比较强的朋友，有这个摩羯座，各位朋友风象啊，水瓶座会出现在这一组。星座是一个参考啊，我们看一下最后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 ego 啊，9号牌，一个鹰的精神，鹰在告诉我们什么？ You will soar towards your destiny with greater clarity and strength。 你将会朝着你命运当中这个梦想的航线去飞翔啊，很高很高的飞翔。然后呢，你将会拥有更强烈的能量，更伟大的胸怀和力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鹰有没有展翅翱翔在天空，而且目标明确，然后上方就是太阳正在点亮它的航线，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江河湖海，然后有非常美好的奇迹啊，自然奇迹 rainbow， 也就是说 miracles， 奇迹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我觉得你们可以俯览这一切，这2张牌可以结合在一起啊，我们这个权杖往后飞起来了。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就是需要高高飞翔的人，好吗？你们让自己飞得高，看得远。这2张牌我们看到这个峡谷、山谷的景色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的摩羯一转头已经变成了雄鹰翱翔在天空，这就是你的新方向，你要原地起飞，好吗？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找这个工作机会啊、转类的机会、发展的机会，你就是要原地起飞的，你的机会和起点都会变得更高。然后这个牌也能够看到，其实第二组朋友你们的
个人能量其实是很坚毅很强的，就是你们对待自然，你们对待这个三维世界的环境，包括高维给予你们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啊，其实是非常坚韧再去度过和学习。所以你们身上有很强烈的土星的能量，摩羯能量或土星有可能在你们星盘当中比较重。近2年这个土星落在双鱼，会给我们变动星座朋友啊，双鱼、双子、处女、射手这些星座的朋友一些固定的课题。我看到你们在很好的过课题啊，所以在未来1到2个月，你们会发现有一些过课题，这个课题已经过去了，然后它有一些全新的进展，给予你们成就，给予你们不一样的风景。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正在体现出来。那我们看呢，这个卡牌的第2张 Solar Light Upgrade， OK， 太阳轮之光的升级。所以呢，你们的太阳轮在升级啊，有没有啊？这个维度在变得更高，你们接收的这个信号和能量场正在更广。Inner Fire， 你们内在的火，内在的光，就是我们刚刚飞出来这张牌权杖王后。不管男生女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你们会有一个内在的火焰，这个其实是你们对待生命的爱和生命能量。Willpower， 也就是说你们的愿力啊，你们有多大的愿望，你们的愿景是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和期望值。那第2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更多的去连接太阳以及太阳轮，这个会给你们很高的勇气以及显化的能量。然后你们太阳轮已经被升级了，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三维世界跟宇宙的连接这个网啊，这个维度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和太阳这个接近以及跟太阳贯通的这个信息会变得更强。有什么样的愿望啊，大家可以去跟太阳进行许愿，直接的果决的，并且你们太阳神经丛会更好的去支持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和信念感，然后迎接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值得的。然后第2组朋友，你们也可以直奔主题啊，这边我看到 Eagle 有鹰的牌，这边有宝剑国王，就是直奔主题，爱你所爱，直接去做你想做。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这个梦想的实现，或者说你们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会变得更加的透明和快速。最后一张牌我们看这个月相卡 Moon Rising， 我们看到这个月正在上升，每一轮月它有可能都位置不同啊，然后我们会更清晰的接近它，看到它，就每一个月啊，有可能这个月相满月的月相都不太一样，定格在不一样的地点，这个色彩和色泽也不同。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是月食，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是红月，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是之前看到这个超级蓝月之类的啊。然后这个月亮在告诉我们什么？每过一旬，就是每过我们再重新看到这个满月的时候，你在越来越接近真相。这代表我们第2组的朋友，你们在成长，你们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边跟着时间轴向前推移，你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你，真实的实相会展露在你眼前，你将会越来越明显的看到一些事情它的就理、它的层次、它的这个运转规律。因为我看到你们是非常理性的大脑，并且呢，在这个真相里边，你会找到真我，这个是最重要的。真我在告诉你什么，或者高我在告诉你什么，你们会去听从内心的声音，做自己，而不再被周围嘈杂的声音所左右。你们不再被榨取你们这个有可能是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时间和精力。你们会很好的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创造属于你们的生活和生命。所以这个生活和生命是更重要的，相比我们的成就和成功。但是第2组的朋友，你们会取得成功的，你们会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是真理的战士，你们有可能是在去创造和创建一些固定的，比如说美好的一些，有可能它是发明，有可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就人类知性的这种进展，学术上的成果。也有一些朋友，这本身就是你们的治愈能力，你们可以去治愈很多人。无论你们在做什么宇宙都在告诉你们，你们永远值得一个新的方向，然后你们是成功的，过去的你们也并不是失败的，所以重新去评估对于成功这件事情的定义，你们将会让自己呢有新的方法翱翔在这个天空之上，享受自由，享受开怀，并且去接近你们灵魂的真相。这也是未来的3年你们想要得到的。宇宙在保护和有可能是为你们保驾护航去保证你们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个航线上，你们在对的方向里边。祝福第2副组牌的朋友可以在未来迎接到这个美好的突破和新的方向，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非常的荣幸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和一起看牌。我们今天所有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簇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借着射手新月的能量来看一下未来3年我们的新航向是什么，我们将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和成就，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簇，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看的是Moon in Aquarius， 月亮在水瓶啊，看的是23号牌 Free Spirit 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自由，有没有很畅人很舒适的一张卡牌啊？我们可以看到群星掩映啊，然后在这个天空上会形成非常美好的一个矩阵，然后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可以说是天空的保护或者说能量的这个加持底下，它当然是频率更高维度更高的，我们看到了内在自我的这个开怀。 Your inner wild child awakens。 好，你内在这个广阔的活跃的原始的内心小孩觉醒了。首先恭喜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打破了所有的关啊，让你的内在小孩已经可以破关而出。其实内在小孩算是什么呢？算是我们和原有的自我啊，就是说原始的，或者说在生命等级当中呢，一个最初的自我的一种连结。当我们可以去释放这个渴望自由的孩子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在小孩可以得到机会去成长和长大，甚至跟我们的本我跟我们的高我进行一个合一。所以说呢，我们一辈子有可能并不需要一直在做这个 baby care， 我们一定要去不停的关照我们内心小孩，我们可以去放我们内心小孩去自由，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接纳自己，并且完成一个全面的成长和合一。因此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首先恭喜你们在这个水瓶时代啊，你们已经掌握了或者说拥有了一个比较强的门票，或者说通关卡券，你们可以通关去释放你们灵魂上的自由，你们可以去释放你们的灵魂和就是可以说是你们的比如头顶轮啊，接触更高维度的信息和智慧。当这个窍一旦开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全面的就是说打破就是三维世界的矩阵，你们可以全面的去释放灵魂和灵性上的这个自由的信号和信息，你们可以去拥抱自我。那在这个新的水平世代啊，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和想要去体现的就是精神上的自由度。有可能随着这个种种的变化，我们的科技啊，我们的这个社会风范呢，我们每个人价值观念都在进行着新一层的成长，有可能会变得好像是更加的放飞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跳跃呀，我们有可能更加不走寻常路，不再按过去的常理出牌，但这一切有可能都是每一个人内心小孩的释放。到了这个节点当下啊，特别是当下是12月啊，我们的这个冥王星刚刚进水瓶啊，刚刚进入10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未来的3个月明显的感受到你们的内在精神会变得越来越充盈，不再紧绷，你们会变得有活力有弹性，你们的想法会变得天马行空，然后你们的内在小孩也会跟你们一样变得快乐，变得愿意去表达自己和释放自己。你们是自由的灵魂，我看到很多第3组朋友，你们是自由之灵魂，然后你们来到这个3维世界啊，本身想要去释放的有可能也是水瓶世代来到的时候这个信号，所以这一切有可能也吻合了我们生命的契约和生命的打算和计划。那更加美好的就是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更多朋友你们会越来越接近这种你们精神上理想的状态，有一个美丽的精神状态。有些朋友会说，哇，那是不是我会全情的释放自我而疯掉啊？不会，相反的，你会因为这个狂野的美好的自我小孩的觉醒而真正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体的你，全面的你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一些自我进化，甚至是提升和改变，来应和以及创造这个新的时代。你们也是创造者之一啊。看一下副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28号 Rainbows 双重彩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ouble Rainbow 有没有双重彩虹出现？双重彩虹呢，在我们的卡牌中等于奇迹啊，等于这个 miracle， 也就是你们的世界将会有奇迹出现啊。我看到这个奇迹有点惊为天人啊，有点是天地人和的造化啊，或者说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巧合体现的啊。不同的朋友，你们可以联想你们世界当中出现的不同奇迹，这个跟你们的终极的人生梦想有关。一些朋友会说，我的终极人生梦想中彩券
哎，不要不敢想啊！第三组朋友，你们是有可能中彩券的，你们也有可能呢去，比如说跳跃出原有的一些框架，去实现自我的展示。你们有可能会创造新的行业，加入新的行业。你们有可能会一边游走于这个世界，一边去工作或者说成长。总之呢，一个新的模式已经诞生了，这个是应和你们内在的呼唤产生的。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将会在未来这个阶段看到啊。天时加地利会越来越作用于你的人和，所以时间和地点都对了，你将会做出一些对的事，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巧妙的。我们说大自然是鬼斧神工啊，当然我们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是因缘加业力的多种造化。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有一个美好的造化，你们会在未来去看到做自己有多么的快乐，并且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会收获多么多的幸运和祝福。或者是瞩目，我觉得你们是被祝福的，你们在被宇宙和天地祝福。我看到大地之母很爱你们啊，并且呢，当你们去愿意释放你们的欢乐，释放你们的笑声，释放你们的内在小孩的时候，不再去拘禁自己，不再去拘泥于过去的格式和形式的时候，你的精神达到了自由，达到了升级，甚至达到了和你的甚至更高维度的我、高我等等啊，进行了高维度的连通。这个其实是一种大自在，然后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拘泥于得到多少价值，然后一些小事，或者说情绪上的情上的一些问题了。当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代表一种宽阔，我们可以看到 wild 就是很宽阔啊，我们可以看到旷野，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之间呢，就是美好的粉红花瓣，我们可以看到彩虹，也就是在你世界当中，一切美好都是可能出现的。然后你们当下其实是可以去稍稍的放飞自我，甚至是选择让精神和灵魂稍微的放纵驰骋一下。甚至在未来3年当中，你会发现啊，这样的一个模式越来越作用于你，甚至成为了新的你。好，今天在能量上很通达。下面我们看一下未来3年的新航向是什么。我们洗牌来看一下能量是怎么样的。权杖8的逆位，看一下哦 ，Judgment 审判牌的正位。Ten of Wands 权杖10号的正位，这上来能量就很强啊。我们把卡牌洗好。第三组朋友整体的能量是如何的呢？洗牌让这个卡牌飞出来啊，整理一下。新航向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一张 Prince of Swords 宝剑的王子啊，宝剑的骑士牌，这个代表了 determination 决策决心啊。好，我们这边飞出来一张牌 The Lovers in Reverse 逆位的恋人牌，我们遮挡一下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抽牌，看一下我们新航向是什么。Seven of Swords, Five of Pentacles， 宝剑7号，金币5号。哎，我们的卡牌飞得很快啊。Two of Wands， 这边又出现了一张教皇牌 The Hierophant and Temperance 节制牌。好，然后我们的牌尾呢出现的是战车牌 Chariot and Tower in Reverse Six of Wands。 能够体会的啊，其实第二组的朋友能量是非常的飒爽的，但是其实在事件上呢，仿佛要慢慢来慢慢磨。但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看到了审判牌，你们已经突出重围，达到了觉醒，就是你们其实在这个人生里边基本上醒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们有可能要面对的是更高程度的一些责任。就当醒了的人，有的人是可以非常放飞的，有的人会有一些大责任和大任务，比如说我想让更多人醒来，我需要让这个世界能够改变，然后我需要去帮助一些周围的人，或疗愈一些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身上会产生一种两面性，但是当恋人牌的逆位出现的时候，代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束和消逝。也就是说，你们这个两面性将不复存在，在未来的3年有可能会极大成，有可能你们会一体两面的去看待这个人生，你们会以一个身份去做多重的事业。所以很美好的这个事情就是啊，过去的一个纠葛，然后有可能是
延时，或者说一些事情的送达慢了。我看到有可能在过去有一个延时的动作，不管是你们打算去成长啊，事业上成就，还是打算去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们打算去获得一些金钱，然后你们打算去用这个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有些事情是延迟的，原因在于什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呢，宇宙要安排，或你的高我安排，你的觉醒要先来。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在一些延迟、困顿，甚至是一些匮乏的局面当中，你先觉醒了，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新开始和非常好的一个剧本啊。当你们已经走到这个平行宇宙剧本里边，你们会发现先觉醒其实太好了。有可能当我们不明一文，当我们不再去追求这个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你们的觉醒来得更有价值，甚至呢会让你们更加轻松，在一个初始的局面里边去很好的掌控未来，不管是财富、身份、名誉和地位到来的时候，不大容易被过度的动摇。而权杖10和权杖2的逆位到来的时候，代表了我们在未来这3年当中所做的突破，其实是完成一个越级的挑战。这个越级有可能是灵性上的，有可能是生活和生命上的，也有可能是让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要去更多的看透一些什么。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还是入世的。这个入世指的就是当你觉醒了，当你有可能这边是 Hierophant， 你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你有可能想要去做更多的利于人类、利于精神发展的事情，但是你们会选择用非常踏实、脚踏实地的方式。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本身就是修行人啊，本身你们的工作就是修行的话，也是一样，有可能你们要去用更多入世的方法承担这份责任。因为权杖10本身是责任，它也是一个荣耀，它确实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权力或者说能量的一个体现。当我们看到集合在一起的10根权杖，当它点燃的时候，可以成为不只是星星之华，可以成为这种熊熊的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的时候，你们需要理解如何去驾驭你们个人的能力。这边呢，权杖2出现逆位了，也代表了这边我们会出现一个分歧，就是我不知道第三组朋友你们当下这个灵魂和灵性的成长走到哪里了。出现分歧就是我们当觉醒了之后，我们是先要灵魂继续成长和进步，不再着相，不再要3维世界的物质，还是我们应该去搞定物质，我们应该去为此而，比如说为了去弘扬这个精神的成长，为了弘法等等啊，我们应该多做什么？这边我们看到 Temperance 节制牌，就是你都会去做，你不会为此而矛盾，甚至呢你会为此而感到平和，你会为此而感到作为一个人的角色，你做这一切衣食住行，然后包含了成长，然后包含了在灵性上我们的一些飞跃等等，都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台阶罢了。每天你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台阶，就像是完成人生的苦行一样，我们呢反而是乐在其中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在灵性上非常高的成就，但是在生活里边踏实，然后丰盛、脚踏实地、期待奇迹这样的一个趋势和一个节奏吧。所以这3年当中，我认为啊，总体来讲，我们这个航向是怎么样的？当你们的灵魂觉醒之后，你们的航向一定不一样啊。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瞄准的是在专业上的进步和成就，你有可能会抓紧有限的时间，让自己无限的拥有智慧，去学习一些什么，然后去传播一些什么，去教会其他人一些什么。也有些朋友，你们将会去疗愈很多人，你们会去关怀和关注到一些人心灵里边阴暗的角落。也有一些朋友呢，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我们看到猎人的逆位啊，其实这个不算是分手，也不算是你要做选择做错啊，算是你有可能有一点点离情去域了，但是你又会去保持最原有的生命的初衷，就是我们要衣食住行，我们会有家人，我们会有爱，但这种爱它有可能是持续的，它有可能是奉献式的，它有可能是超乎寻常的一个心灵的体验。我觉得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形式上啊，只要我们在灵魂和维度上是进步的，它就没有一个虚伪的外衣，它一定是非常真实，而且它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其实越复杂的事情在你们眼中越简单。在未来这3年里边，你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有可能呢这个世俗或者说周围的人会把你放到一定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教皇牌，你有可能会考取有可能是专业资格，或者在这个行业里边拥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名声，你们会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积攒你们的实力，然后不断的去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比如一些朋友，你们在做一些专业的技能啊，你们在这个公司里边在做你们的积累、成长和进步，你们在学习什么？我觉得你们基本上不大容易放弃。那这个权杖2的逆位是偶尔会因为
压力，产生一种矛盾，一种迷茫，或者说，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赚钱的？周围有可能会有三维世界来质疑我们，但是长久的努力代表了长远的进步和长远的获得，就是你们的努力一定是有收获的。在过去的几年里边，一些朋友你们好像已经坚持了很久了，一些朋友坚持了7年8年，一些朋友坚持了3年5年。我看到这个坚持在未来3年当中，就是会有长远长足的收获，而且它是持续你人生持续一生的，甚至在未来这个20年这个水平时代，你们的投注基本上都会有丰盛啊细水长流的回馈。因为 temperance 代表其实是细水长流，是耐心温和，是疗愈，是默默等待也默默接受。那这边恋人牌的逆位也代表了，其实你们内心有可能跟这个三维世界不大合作，但是呢，你们会寻找到另外一条路，就是融于本我啊，跟所有的事情合一。并且呢，你们也会成为这个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本身都有你，都有你的影子，都有你的状态。你们将会同化你周围的世界，同频你周围的世界，跟着你的节奏去走。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组朋友你们有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比如创建一些公司啊，让你的事业，让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以新的状态去运行，然后你有可能在期待你生命当中的奇迹，比如说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来到你的世界有可能是你要去帮助到一些人，你要去完成一些事业上的使命和成就，你都可以完成。但唯独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肯定自我。在你觉醒的时候，你们需要肯定为什么宇宙在这个时候让你觉醒了，为什么你们可以觉醒，因为你们可以做得到啊。宇宙永远都不会让我们去背可以说是背不了的一些课题，我们去做不成的一些课题，这个就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当课题出现，当你真正觉醒，当你看到一些问题，当你想要去拥有的时候，代表了在终点上你是拥有的。那以终点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第三组的朋友，你会以一个非常高的维度来看待你做的一切。就当下你每天看到的人事物，你每天的一言一行，你吃的一顿饭，你看到的每一束光都是不再一样的。所以在未来这个3年当中，你会越来越明显的在这个心法里边去修，而且取得成就。因为教皇和节制牌就代表了你会慢慢的有所积累，厚积而薄发，然后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将你的智慧和将你的这个能量，将你的力量和可能性展现给世人，你不再会被埋没。当然我看到这个过程还是需要积累啊，所以这个3年的爆发点是不一定的，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就是在慢慢做的过程里边已经实现了自我，你们会发现呢，那个过程它其实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再看一下在航向和成就上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好，这边我们看到 Prince of Pentacles 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公主的逆位，宝剑2号的逆位，看一下飞出来卡牌是什么。权杖6号，刚刚我们在牌尾看过了。让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信息啊？这个也是刚刚牌尾的卡牌啊，我们洗完又会出来的。Chariot 战车牌，然后这边要飞出来的是命运之轮 Wheel of Fortune。好，牌尾我们看到是 Eight of Swords King of Pentacles。很好的能量啊，就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无论你们在三维世界当中起点高不高，就是不管是教育啊，还是说过去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啊，然后我们在为自己所做的，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是有参差的，参差就是代表有一些朋友你们能量非常高，起点非常高，有些朋友有可能因缘造化，你要落在一个稍微起点低一点的地方，你要经历一定的挫折，这是为什么？还是一样，灵魂希望你先觉醒。所以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在早年，或者说在你之前的一个奋斗的过程里边，你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物质以及成就，有可能能够去认识到、看到你和理解到你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到了一个新的世代啊，权杖6号和战车牌代表了你已经有了一个胜利的风向标，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我们的终点和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正在去期望和瞄准那个方向，如果是成就的话，你们一定是能够得到大成就的人，无论是世俗里边还是精神的成就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瞄准这个方向啊，首先你们就是胜利组啦，大家可以重新规划一下你们的组别，这边都是权杖代表了当你们没有方向的时候，你们要把自己的方向规划在一个胜利方向，你们要把自己的航线规划在一个胜利的航线上，你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而命运呢会自然而然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都是大牌啊，
这边有教皇牌，有节制牌，有战车牌和命运之轮牌，这些牌其实意义都是非常正向的，但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些牌是阴性能量卡牌，他们的速度比较慢一点，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积累，而这些优点和优势需要甚至是时间和这种历史的一些观察和作用，然后能够去证实它。所以我觉得啊，是金子，你们一定会发光，而你们发光的地方和地点有可能不一样，有可能认知到你们这个周围的人和灵魂不大一样。但是我看到保持这个全胜的姿态，这个并不是一种自我麻醉和催眠，相反，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就是你们在往一个更高的方向去转换你们的能量，而且命运之轮打开之后，你们将会有更好的机会和运势。过去这些不合作于你的，跟你无法合作融合的，无法去赞同你的人，我相信他们会跟你看到一样的光芒。并且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蛮遗世而孤立的啊，就是你会独立的去做好一些事情，而不是依仗任何人。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独自创业呀，你们做一些小众的新兴的事情，包含了科技业，包含了一些教研类的，然后或者是某一些专业领域方面的一个研究，我觉得你们在未来会给，有可能是人类，有可能是给自己，有可能是给你的灵魂以及灵魂家族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成就和体验。命运之轮站在你这边，代表了你们拥有幸运。这边我们看到命运之轮和战车牌都是黑白的，其实也代表一种二元对立，就是我们呢有可能并非在某个阶段就是非黑即白的，我们以这个方式和方向去循序渐进的经营我们的人生，人生是长久的一个经营啊，因此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经营策略上来讲，你们也是会成功的。有更多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3年当中呢，你们会就是越来越有成就，有可能开始小有成就了，然后纷纷扬扬的会有一些机会到来。那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在最快的一个时间呢，是明年的春季，大约4到7月之间，这个能量就会进化，所以你们这个事件的发展会越来越快。然后我看到一个转折性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啊？明年的中段6到7月之间，有可能你们会得到一些机会，得到 offer， 你们有可能会得到你们期待已久的一些好的转折和转化。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你啊，我看到你是作用于这一切的种子，你是这一切的营养，你是这一切的阳光，所以你们要在内在里边去肯定你们这一次体验和这一次坚持是值得的，并且它一定是可以成功的。还是一样，这个并不是成功学的自我麻痹，这个一定是你灵魂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取得了一定的高度才能够看到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在追求某一个成功，我们的视野是局限的，我们这个路其实也并不是宽敞。我觉得第3副牌背后，你们的条条大路都是通向罗马的，而且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基本上只要你们在内心中肯定，你们内在里边肯定啊，跟着你们直觉去走，它一定会给予你们一个相应的交代，相掩映的一个结果。好，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信息要给到我们啊。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在关于物质啊，你们理想很高，但是你们有可能不接纳物质，或者说你们不喜欢3维世界这个物质的东西和规则，所以你们也没有放开让自己去接受什么样的丰盛。但是华丽的转身之后啊，当你们承载了责任，当你们看到了更多人和更多的事情在需要你们的时候，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可以说宽容的心态或者慈悲的心态去肯定和接受这一切，就是允许让自己去拥有，允许让自己去获得。这个并不是你的贪婪，也并不是你的着相，而是你为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就是一瓦一砖，我们需要基础，我们在3维世界是要有资粮的，我们每天要衣食住行还是一样啊。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跟物质，你们跟财富这件事情的连接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健康和更加持久。原因就是在这个年尾，你已经打通了这个脉门呢，有可能你们已经将自己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已经疏通好了。那过去的一个阶段的卡住、停顿和匮乏，并不代表你们并不能够拥有，也并不代表你们在失败，代表你们在泄露能量，有可能只是你当下正在觉醒中啊。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给到我们。宝剑5号的逆位，权杖5号的逆位。好，周围的世界有可能会对你有诸多的揣测，有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竞争，甚至一些人会误解你。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这些人会真正的看到你的优势、优点，理解你，而不是误解你。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就是我多少会有一些，
深藏自己的功与名，是小众的。然后你们有可能不喜欢过度的华贵，过度的炫耀和喧哗，你们喜欢朴实，喜欢真实，你们喜欢自由。而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你们会越来越应和你们内在的状态，去显化你们的人生，而你们的人生是开阔的。我们看到太阳和月亮牌代表了双生火焰的合一啊，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经历双生火焰的课题分离期的话，你们早晚都会合一的。但这个合一有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有可能是在5维度高意识的范围之内，你找到了自己。其实当我们在3维世界看到情观，看到双生火焰的时候，我们的课题只是觉醒，只是理解让自己怎么去醒来，怎么去找回自己，怎么去理解宇宙的安排。如果它是一个爱的课题的话，它是一个情欲的课题的话，这个课题实在是太难了。但如果它是一个觉醒的课题，我觉得第3组朋友轻松过关啊。当觉醒之后，一切的可能重新的回归原位了，你们不再有执着，你们对待爱情和人生有新的体验和体谅、包容，会在你们的意想之外啊，宇宙给你们安排一个新的剧本，重新的重合。但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的意料之外的，所以不去预测它，不去意料它，让一切以更高的可能性发生。当然首先看到这个 Devil and Power 有 King of Pentacles， 你们将会拥有物质上的一些可能性，你们将会拥有财运和偏财运，你们将会拥有一定的权利，一定的收获，无论你们接受不接受，我觉得3维世界会赋予你。紧接着啊，在你们成长的过程里边，有可能你们在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高调、非常领导力的人，但是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不得不去负担一定的这个责任，这个有可能也是你们能力以外，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的能力就必须有这些责任，你们要额外去学习和经营的，就是这个领导力和跟人合作的能力，跟人去互通有无的能力。当这个能力重新产生的时候，你的阴性能量就会重新具备。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阳性能量更高啊，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你们是做事的人，你们是思考事情的人，然后你们是一个会脚踏实地，然后也会去在理性上做出评估和肯定的人。当你们愿意去给予更多，当你们愿意去接受当下的自己，当你们愿意去甚至接受自己的美与不完美的时候啊，这个完整的你会产生，就是你的这个格局将会变得更加博大，你的阴阳会一体，就是你的内在这个阴阳将会融合。所以我看到在未来呢，就在感情观上，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就当你们准备好了，我觉得爱情会降临的，然后人生的美满会降临的，就是看我们第3组的朋友要不要做好这个准备。所以未来3年当中，一些朋友你们会愿意脱单的，你们有可能会遇见感情的机会，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打算先去整理好自己。就每一个朋友你们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在情感上今天也不是主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看我们未来3年这个成功。那如果是看成功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成功更开阔。如果是在这当中看人情关系、人际关系的话，只能说啊，这是一个变数、变量。如果你们愿意投入更多，你们会有相应的所得。但是我觉得这个课其实并不是当下你们的必须课。所以如果这个当中要牵涉到一些业力啊、因缘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去结一些善缘，那我们也可以去付出一些善的业力，给予一些人更多更美好的东西，来建设我们情感世界，以及我们有可能是3维事业当中的一种圆满。因为我觉得你们精神世界已经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这边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而且你们要自信，你们要肯定自己。如果你们愿意去拥有，不管这是爱还是体谅还是物质世界的丰收，你们都值得拥有。只要你们投注，只要你们播种了，只要你们肯在内在去滋养自己和爱自己，甚至是滋养更多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和你们搭建情感关系以及相辅相成的人呢，其实容易在你们的工作和事业当中出现。因为只有跟你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念，才能够在你们人生当中留下脚印啊，让你们可以去瞩目到他们呢。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缘分在远方，就是事业上的、情感上的缘分呢，从远方到来。然后这个人有可能他有异国的文化呀，或者他在其他城市啊，他和你有可能有不同的见知和不同的人生经验。而往往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偏理性，一个偏感性啊，两个人相互包容，能够去形成不错的一个合作，或者说不错的一个情感模式。还是一样，第3组的朋友啊，打开你们的心轮和太阳轮啊，从内往外的去信任自己，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开始要做的一个调理。我觉得你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在星座上，我们看到风象星座啊，双子、水瓶、天秤，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组的风象星座也比较强啊，也有这个摩羯、金牛和处女座，有狮子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好，大家可以参照一下你们的星盘当中啊，太阳、月亮、上升、金星啊等等这个位置啊，星座只是一个参考。这些朋友是偏向于火象，我们刚刚看到蛮多的这个权杖的卡牌来到这一组啊。好，火象特质的朋友。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看3颗卡牌。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unicorn， 有没有很可爱呀？独角兽来到我们身边，而且这边是22号配33号，你们永远的朋友独角兽。就是很多朋友你们在就是指导灵军团当中是有独角兽在守护你们的。独角兽在告诉你们什么 ？Success, hope, freedom, healing, and magic are all available to you if you just believe。有成功、希望、自由、疗愈、魔法，这全部的可能性在你身上都是合理的，都是可能的，只要你信任，只要你信任它的存在。那独角兽呢，其实也代表了全新的创意、与众不同的公司、新的产业、新的领域，独树一帜的，然后有可能像是黑马一样啊，展现在大家眼球和视角里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也非常容易去创造出奇迹和突如其来的可能性，让周围的人注视到你们。然后你们因为你们的这个灵性和意识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们的创造力非常不一样，表达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只要你们信任啊，独角兽或者说你们的指导灵军团也会保证你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快一步先一步的，并且你们在接收频率和信息的时候会更加准确、更加完整，你们会显化的这个奇迹也是更加博大的。独角兽在教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更多的信任啊。第二张我们看到是一颗宝剑，有没有啊？Swords of Light， 光之剑啊，光之剑的给我们什么 ？Divine Protection， 神圣的保护。好 ，Quartz Card， 当你们可以去斩断一些阻碍，斩断一些负面的能量 ，Breaking through energy 啊，好突破的能量。所以宝剑在手啊，这边我们有骏马，我们有宝剑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胜利的讯息和号角都已经有了。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还缺什么？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有可能就是时间点，时间点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 ，focus， 我们看到一轮圆月，好，正在天空当中啊。这个月亮有没有跟我们这个月亮在水瓶很像啊？其实月亮在水瓶的时间点是8月。然后是我们这个狮子月的满月的时间点，就是我们月亮在水瓶的时间点，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明年的6、7、8月有没有奇迹出现在你们世界当中啊 ？Focus， 只看你的方向，看向你的方向，看向你内心当中的这个影像，向前去走，你们会发现，就是奇迹在你的眼前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然后其实跟你之间是没有隔阂和没有距离的。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清除一些杂念和负面能量的干扰。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家族和独角兽会帮助你去清除那些负面能量，并且让你们的身体，让你的身心灵状态更加的健康和轻盈，然后你们就可以集中注意做你们想做的事情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6、7、8月的满月时间到来的时候，有可能一些愿望会突如其来的成真啊。在这里首先祝福大家，然后你们在内心当中还是一样啊，有信任就有一切，好吗？然后你们是自由的灵魂，所以你们的自由在被宇宙保护，你们自由意志被宇宙保护。那并且在未来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会发现你们不是孤独的，你们会越来越走向一种合一和完整。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非常感恩跟大家每天的共同学习啊，持续的共同陪伴的成长，非常感恩这个过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